军委工作组的谭组长来看咱们训练的。这没什么好看的，这太危险了。组长，来下去。首长，快走！如果遇到恐怖分子，不能犹豫，必须火力压制。让我。走。快了，这帮家伙打红眼了。同意，洪副旅长，我是郝建国参谋长。叫你的人手下悠着点儿。我现在正带领军委工作组的谭组长过来看看咱们训练。你们已经把我们压制住了。我在空中指挥呢，让彭继海跟你说吧。知道我们外星人的厉害了吧？不过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们，你们就先往前免灾吧。哼，这帮人打起来就六亲不认。李龙，这是做什么？买路。 Friends, we are Chinese. Here's money, mobile phone, watch. Please let us go out. OK， 上帝保佑你们，你们可以走了。哎，谭组长，好了，可以通行了。怎么？这就放行了？老老实跟我们走。什么老老实实跟你们走？哎，大哥，你们也想当演员啊？这是仿真枪吧？哎，不想死就给我好好待着。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我们也跟你一样是演员呢？你是坏人，是持枪的歹徒。少跟他废话，宰了他得了。爱卿，我在这儿，这儿有坏。我听到有人喊了，好像是在山下的方向。获得！报纸上也写起了，报道一定是他。他有可能已经被嫌犯抓走了。我想起来了，刚才我听到的声音就是霍德的喊声。他在说：“我在这儿呢，这儿有坏人是吗？”对，一定是没喊完就被嫌犯控制了。那我们快去追。站住！放下武器！
报告洪副旅长，嫌犯已经被我们包围。特战1组、2组、3组注意，全部后撤30米。是。特战2组，让开上山通道。收到，撤。下来！大哥，我要撤了，我们快跑吧！没那么简单。他不敢对我们动手，是因为我们手上有人质。洪副旅长，有什么任务？林子太密，在地面上很难找到合适的狙击角度。等一会儿你要亲自架起升空。明白。什么时候起飞？你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观察，熟悉一下2个嫌犯的特征。好。大哥，那有条上山的路。快，跑！特战1号，抓住战机，抓住战机！趴下找死！趴下！等他再起身就开枪。明白。过来啊！过来，我给你开枪了。好，我不动，我们再商量商量。哎，你们要不要喝饮料啊？那你们不喝，给人质喝一口吧。好，来拿过来。好，就这一瓶，记得给人质留一口啊。回来。哎，我给你们饮料，你们怎么不喝呀？老大，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动手了？他们手上有这个人质。你们退后！来，我真的很想打死他。好，我撤回去，把我撤回去。
好，我退。我退。别动！邢队长，再下降5米，3点钟角度为最佳射角。明白。做好射击准备，我飞最后一圈。大家，5发子弹我都检查过了，只要1发。再下降1米。邢队长，再下降1米。明白，下降1米。最后半圈。机组注意，特战1组注意，全力捕捉3点战机，10度开始，倒计时8号。33动摇，明白。特战1号，明白。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我让警察都撤下3，你把人质放了，只要你把人质放了，我陪你们走出去，怎么样？少废话，给我退回去！给我开枪了啊！好，给我开枪！我退。快点！好。好兄弟！10、9、8、7、6、5、4、3、2、1。太神奇了，奇迹啊！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穿糖葫芦。艾佳，艾佳，你怎么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没事了。报告局长，2名劫匪已被击毙。住手！教授，没事吧？吴队长啊，我没事啊。嫌疑队被击毙，同时击毙的，太悬了。没事，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我看看，没事，穿着防弹衣呢，分散歹徒注意力，就可以让他们注意不到天上的直升机了。你可真行。孟涛，我们现在马上返航。艾佳他怎么了？艾佳，我们胜利了，可以回家了。艾佳，打中了。艾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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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副队长，方大队长，你没事吧？洪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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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知不知道？为了救你，方大队长差点把命丢了啊！报告。
现在没发现情况。厂长，味道不错，过几天这就是我们的家常菜了。一眼前面的坡形向下100米，可以收到地下信号源，再沿信号源的方向直插进去，就是30号冲口。你们在冲口2侧潜伏，去吧。是。你们2个中队前进到535前沿200米处那片林地潜伏。3天以后，我会找人联络你们。是。各火力组注意，3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准备射击。蓝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
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同这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攻上去。是。把他给我打掉！看来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出去。子弹能出来！出来！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蒙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
参谋长，是红军的歼击机。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给我接工兵一排。是。小伙计，我是郝掌柜啊，生意怎么样啊？老板，不好了，发现菜鸟2只，有下蛋的意思。下蛋啊？好啊，下就下吧。让我们的伙计注意啊，别砸着头。等他们下完，咱们不跟他们玩了，回家吃饭。好嘞，兄弟们，撤！长官，909旅下手比808旅还要狠呀！可惜阻击任务不归我们工兵，不然我还真想和他们好好玩上一把。台长，长官要和你通话，用2号密语。癞蛤蟆，我是青蛙。什么？有一群蝎子从山下上来了，能否抓2只油炸？没问题啊！报告癞蛤蟆，青蛙分队早已做好捕蝎准备。红军一个营已经向我们开来了。参谋长让我们分组阻击一下，做阻击准备。通知特战大队彭副大队长，按计划执行。是。空军报告，蓝军统领山阵地已被摧毁。朱团长报告，某部3营继至统领山主峰。通知朱团长，天黑前控制统领山一线，炮团务必在天黑前通过统领山。是。我们的前方情况怎么样？工兵连还在排雷。怎么搞的？集合地点还搞不定吗？政委啊，你在这里守着，我上去看。老楚，前面有丁参谋长呢。还是我去吧。凭他这么谨慎法，明天早上也过不去。我。蓝军没有多少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1排、2排，从阵地两侧摸上去。是。打！报告排长，敌方炮火已准备完毕。好，准备撤退，烟雾弹。撤！报告营长，烟雾太大，看不清路。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火力并不强，只能靠放烟雾。等烟雾散了再前进。是。是。哎，不行，多了，撤下一下。多放点不是威力更大吗？威力大了会把山体炸飞的。如果阻塞体落不到道路两侧，我们不就等于白干了？快！来人，把洞口封上。
蓝军阵地，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火力很强，需要炮火支援。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是。目标，坐标。兄弟，好了没有？这边没。达到防卫炮的指挥所。弹药装填完毕，正在封堵洞口。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撤出战斗。是。向后转，跑步走。撤！进攻！我是洞3，特战队已全部撤出，可以起爆。过去吗？不用，直接冲过去就是了。哦，好啊，马参谋长，有点意思啊，是吗？就是战场在局限了，装备火力用不上啊。城市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陆军的作战形态。这里的各个街区和楼宇间的攻守对抗、楼房结构、院落布局、地下盘管、商铺住宅的战时运用、城市狙击作战的新战法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和未来战争经常遇到的课题。我们的训练呢，就是针对未来战场而设计的。
点意思。王队长，走，走。为什么不把对面的狙击手干掉？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这就是城市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城市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有点意思啊。肉眼是不可能发现深藏在高楼内的敌人的。王旅长，跟我来。旅长，政委，我也特别后悔不应该擅自离队。我要是真走不出那片树林，赶不上飞机，那我只能自认倒霉了。可我当时我想的是，只是给阿蒙打个电话，跟他说我可能赶不上试镜了，但只要他把这个角色给我留住，我绝对能演好，绝对会让斯特利伯对我另眼相看的。可惜这山里边到处都没有信号，所以我……你就是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他也不会搭理你。不可能，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你看看是这个阿蒙吗？怎么是他？我给你念念啊。今日记者了解到，阿蒙当日前往某剧组试镜或成功，将出演与美国女明星斯特里普搭档并有私情的一名中国保镖。阿蒙十分有望从此进入好莱坞，但没想到乐极生悲，中午与2位女演员狂饮烈酒之后，驾驶一辆崭新的X6轿车在湖滨大道超速行驶，追尾撞上一辆大卡车。X6钻入卡车底部，不幸卧底。当红影星阿蒙携美女2人共赴黄泉，车祸现场惨不忍睹。怎么会是他？
明明是我去实际啊！真的假的不知道，娱乐版头条就这么登的啊！你说这些人，今天离婚，明天小三上位，过2天呢又夫妻2个继续过，不闹出人命来，能成名人吗？叉6是他新买的，2个女的我也见过，这一集都40个了，就这么走了。哎，这还一条消息，你看，据知情人揭秘，此剧组所请的美国明星斯特里普并非真斯特里普，而是一名叫普里斯特的下岗站街女，通过家政公司招募而来，以诱骗中国男女青年赴美国从事跨国好来漂。原来是这样。我说是死的离谱啊，你还不相信？当初啊，你是那艾佳的粉丝，艾佳呢把你给救了，你得知道感恩。你跟我和政委说说，你下一步的想法。我没想法。怎么可能？你不是一直都想当大明星吗？我现在不想了。局长、政委，我像艾佳那样，把后边的兵给挡好。你知道艾佳吃了多少苦吗？啊，这苦你吃得了吗？吃不了我也得吃。我也算死里逃生一次了，还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政委、局长，你们让我回连队吧，我一定好好干。就算混不成艾佳那样，也绝对不会比他差多少。本男人说话得一言九鼎。我顶。行，你坐吧。后边的事儿啊，跟政委好好聊聊。政委说了算。政委，你既然已经有了态度，我也得跟你说明白了。你这次犯的错误非常严重，已经触犯了法律。要是在战场上，我和旅长有权利枪毙你。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学生，有个性、有才华就可以为所欲为。别说你现在是个军人，必须遵守军人的行为准则。就算你以后干别的职业，那也有行规和制度啊。你违反了军纪，必须严肃处理。这是对你个人的教育，也是对别人的警示。政委，我接受。鉴于你是初犯，法律责任暂不追究，行政上记大过，回去以后写检查，在全旅的军人大会上公开检讨。啊？公开啊？为什么不能公开啊？你犯了错误，别人不能批评，你不深刻的检讨自己，不夹着尾巴做人，你这个人可就废了。你别看着我了，自己好好想想吧。从现在起，行政看管12小时。参谋长，又是一条啊！我这一条新闻还没看完呢，你就钓上3条了，真是钓王啊，超级钓王啊！这哪像在海里钓啊？啊，这是买来放鱼塘里养，又不喂食，专等人来钓。早饿极了，就差吃人了，什么钓王不钓王的？哎，我说，你是从哪儿学来这么多新名词啊？啊，我是套用的。刚看的报纸有一条新闻，就是前几天澄海市的那起特大抢劫金店案，搞破了？破了，而且是被解放军部队的一名超级枪王击毙的。好，这是个好消息。哎，909旅呢？后边我还没看完呢。你就是个二五眼，就这么几行字儿，念，给我念完了。2名持枪杀人犯逃入大城山密林后，正遇上解放军某部特种兵大队在大城山进行野外训练。澄海市公安局和驻训部队组成联合搜捕指挥部，展开联合搜捕行动。2名犯罪嫌疑人又结成1名人质，利用林木茂盛，负隅顽抗，开枪拒捕。解放军指挥员果断派出1名神枪手，乘直升机在半空飞行，寻找最佳射击角度。最终在特级飞行员的密切配合下，超级枪王艾佳抓住时机，一声枪响，
同时击毙2名歹徒，人质安然无恙。在直升机上，一枪击毙2个，太神奇了！这是哪个单位的？往下念。创造这一奇迹的是我军第1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山豹旅的特战大队，就是跟咱们打对抗的山豹旅啊，太牛了！而直接指挥这次围歼作战的，是曾在长海市击毙歹徒、救出母女的特战英雄洪毅副旅长。啊，原来是洪大队长啊！太棒了，这可是咱909旅出去的。参谋长，是您的老部下呀。今天市委书记、市长、市公安局领导前往解放军山豹旅驻训营区进行慰问。把杆收了，回去。啊，首长，还有2段没念完呢。我自己不会看啊。小梁子哪里知道，山豹旅的每一条好消息都会变成一根钢针，直戳储战岗。几个月来，败给山豹旅的那股火还一直窝在储战岗的心里，不报一箭之仇，不生情寒朋，实在让储战岗难以释怀。这种情绪同样影响到909旅的干部身上。胜利啊！旅长、政委，刚接到战区陆军的通知。什么？夏训提前结束，马上返回驻地？不是，这也没说什么原因啊，还有5天的训练计划没完成啊。这么着急让回去啊，肯定是有事儿。哎，要不找人问问情况啊？咱们也好有点准备啊。不用问了，收拢部队，今天晚上啊，跟基地的领导咱们告个别，明天一早第1批启程出发。行。真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想的，一到饭点儿就搞突然袭击。鲁首长只要来，咱就得招待好，别怕嘛。我是怕老爷子又出什么幺蛾子。走吧。老首长，您怎么又来了？哈哈，看来是真烦我了。没有啊、没有。我来呀，不用你们管饭，我自己呀带着呢。啊，好。哎呀，老师长，下回您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打个电话？要不然每次搞得我们这么紧张。说实话了吧，我不明白你见到我紧张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紧张。那你的意思是，我一走你就轻松了吧？基本规律。
那我还不走了呢。老师长，您可真会开玩笑。你别紧张，我们吃完饭呢，然后看看部队，我就走。哎，咱们就直接招待所食堂得了，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对，我说呀，咱们还是换花样吧。怎么个换法？808旅招待所的食堂，总给我弄那个煎饼卷大葱，我呀，吃腻了，不想吃了。哎，那您想吃什么？您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准备什么。哎，对。今天你就别给我准备饭。王可征，到。你给我派1个排的兵力，在训练场集合。您想干嘛呀？干嘛？我能干嘛？你紧张什么呀？啊，你旅长、政委，你跟着我去看看不就行了吗？老首长，要不咱们吃完饭再说吧？现在连队马上就要开饭了。何政委啊，我为什么要赶着饭点来呀？啊？哦，老首长，我明白了，您是想考我点什么？我可不考你了，再考就考糊了。兵你派不派吧？派。要不派警卫连1排去吧？那行，你告诉他们现在就出发，我在训练场上等他们。那装备、武器、弹药都带吗？打仗带什么你就带什么。看出来了吧？老爷子是想考我们战备执勤情况，把炊事班带上，他没准考我们在外面怎么吃饭。去。你俩在后边嘀嘀咕咕干什么呢？快点跟我走！好嘞，来了，老首长。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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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不敢。说。你上次救了我的命，我想对你说一句感谢。你这句话憋了快有半个月了吧？对，我老是说不出口。我觉得我说出来特别的虚伪。不过，就算我不说，我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你也知道，这全旅的官兵他们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说出来也是多余。但是，哀家。你这2个字，它一直在我嘴里边。看见你了，我又说不出来了。那你现在说就不觉得虚伪了？我豁出去了，就算他们觉得我虚伪，我也要说，要不然我肯定会憋死的。我看你这种想说又不说，磨磨唧唧的样子，就是最大的虚伪。说声谢谢，那是你应该的，因为你欠我人情。你要不还这人情，你心里肯定不踏实了。你说对。你刚才说，你怕谁说你虚伪啊？嗨，具体我也不知道是谁。那就是你自己。你现在说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虚伪。而且这句话你早就应该说了。认为有没有必要说，那是我的事儿。但你做人，你必须得那么做。对朋友也好，战友也好，领导也好，包括你的父母、长辈，你身边所有的人，你对他们都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有感恩之情。如果你能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别人是为你付出过，为你忙碌过，你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歉意，你就不会再去漠视一切了。其实，救你的不仅仅是我那一枪，如果不是全旅官兵的齐心协力，我开不出那一枪。这些我都知道，所以哀家，我决定了，留在部队里边好好干。你人是能留下，但你心能留下吗？外面的诱惑那么多，你扛个1、2年可以，但一直扛下去就未必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只有干好自己，
做好今天，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不要从这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军营也不是每个人想留就能留得下来，这儿不是空虚的避难所，在这儿是要做事业的，会有很多的付出，很多的牺牲，比起当演员，要苦得多，累得多。你演一名军人，演一个英雄，会名利双收，再苦再累，也就1、2个月的事儿。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还可以把这种经历作为一种谈资，去吸引观众的眼球，迎合媒体的炒作。但如果你真的想沉下心来，在部队待上个几年，甚至10几年，娱乐圈也好，媒体也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演兵和当兵最大的区别，是2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你可想好了？白家，阿蒙的死让我看透了一切。什么知名度、名车、名宅、钱，那都是过眼云烟。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太可悲，也太可怕了。看破红尘啊！啊？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吧。我不同意你这种想法啊。阿蒙的死，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可能你们2个是同班同学，2个人又彼此了解，你把他看成是你未来的化身。他这一出事儿，你就开始恍惚了，觉得这可能也是你的下场，是吗？没错，这半个月以来，我没有一天睡好的。只要一闭眼睛，我就能看见他那辆被撞碎的宝马车。你不要再想什么宝马不宝马的了，你应该想，将来你要买一辆你自己喜欢的车。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射击训练了，明天聊，走了。获得，做好今天，做好你自己。No problem。等等我。先把前程正好着对象，向着目标走在前方。我要将我们就要绽放，燃起当前的烈日荣光。小哥，战士且成。先把前程正好着对象，向着目标走在前方。我要将我们就一排长。都几点了嘛？紧都长，马上就到开饭时间了。你不要着急啊，我不也在等通知吗？我的意思是，你等你的通知，想吃啥子先给我说，我好准备。好啊，你准备什么了？有面有饭，要啥子？我们排北方官兵比较多，就吃个面食吧。要得。担担面如何？好啊，你的拿手好菜嘛。微辣、中辣、特辣。微辣吧，这天这么热。要得，要得。首长来了，我们首长可能没吃饭，我们首长吃啥吧？首长来了更好，我马上加2个菜：麻婆豆腐、回锅肉，保证巴适。战士且成。战士个人重要人，人才要共人和人，安全行，少一者，小也在这里。哎，老师啊，您慢点啊，慢点。
你们2个主官往后做什么？啊，让我一个老头子冲锋陷阵啊？不是，老师长，部队都给您派来了，您就下命令。那好，你们2位入列。啊？我跟政委？别废话，入列。走。是。稍息，列。首长同志，陆军第808旅直属警卫营1连1排接完毕，请指示。入列吧。是。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就一个：野战就餐。从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吃饭完毕，然后进行跑步训练。啊？5分钟？就5分钟啊？那推迟车还没展开呢，哪来得及？我还要加了4条要求：第一，不允许有明火；第二，没有热水供应；第三，没有炊事班的存在；第四，不许呼救求援。执行吧。是，执行。全体都有。根据老师长指示，现在开饭，5分钟后集合。不让开火吃什么？有炊事班不用，什么意思？你等会开火。旅长、政委，你们看这怎么办？我说什么来着？老爷子肯定出幺蛾子，这什么都没准备，喝西北风啊！报告首长，再别弄好是我的责任，请首长再给我5分钟，我保证10分钟之内弄好。你是？我是炊事班班长黄班长，请首长再给我5分钟。哎呀，黄班长，来不及了，战斗马上打响了，5分钟之内必须把饭吃完。你来尝一尝。不，首长吃，首长吃。好，够上。都挺快的。5分钟了。你们在看我干什么？不抓紧吃饭，看耍猴呢？于副连长，到，集合。是。集合。这老爷子今天这样，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小卡车，小切克上下。同志们，吃饱了吗？肚子还咕咕叫呢。我给你们5分钟时间，让你们抓紧吃饭，光贪玩了吧？啊？王可正，你在那翻什么白眼啊？这都是你的兵，是你没让他们吃上饭，你还怪我呀？啊？
我可不接受啊！全体立正，向右转，跑步，走！1、2、1，1、2、3、4，1、2、3、4，1、2、3、4，1、2、3、4，1、2、1，1、2、3、4，1、2、3、4。王可正，这是你带的兵吗？啊？怎么无精打采的？一听这口号，就知道没有吃饭。再跑5圈，然后开饭。开饭？到哪吃？吃啥呀？黄班长，好。黄班长，我车的后备箱里有吃的东西，把它搬出来。是。炊事班，给我走。1、2、3、4，1、2、3、4，1、2、1，立定，向左转。报告老师长，部队跑步完毕，请指示。好，把部队带过来，每人1盒。现在开饭。这是米饭，这是菜。你们现在食用的这款呢，野战单兵食品是一家军民融合企业为部队新研发的一种野战单兵食品包。在等加热的过程啊，我呢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说，方便面是谁发明的？康师傅呗。康师傅嘛，康师傅那是个牌子。还有呢，日本人。你说是日本人？胡扯！要说这专利呀，那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志愿军首次吃到了由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发明的收干面条，用水一冲即可食用。后来，那个美国军也尝到了咱们这种神奇的食品呐，赞不绝口，一致都认为中国军人能打胜联合国军，秘密就在这神奇的面条上啊！方可正、何亚洲、黄班长，你们过来一下。我们陆军部队的传统吃法呀，都是靠炊事班1日3餐，战时行军打仗也要靠炊事班起火做饭。当然，现在有了炊事车等装备，但是这种传统的方式是否能够完全适应新型陆军的转型发展？我在思考。我们也在提高炊事班的业务水平，让官兵们平时吃得好，战时吃得饱。这是必须的。我的意思是，平时营房的伙食供应，能不能改变一下传统，在吃饭的问题上，也搞一点军民融合？您是说，在营区里开饭馆？我不是这个意思。连队食堂还是连队食堂，伙食标准呢，还是由炊事班长掌握。但1日3餐。做饭、买菜、刷锅、洗碗、清洁卫生这一块呢，是否能交给地方工作人员来干？炊事班呢，
就要集中兵力，保障呢野战和战时的伙食供应。战争打起来，情况多变呢。在战场上能够让官兵吃饱吃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炊事班就应该多琢磨琢磨这些事情，琢磨这些事情，那就是在琢磨打仗。林梅啊，平时和战时的业务要分开来，只要不是打仗的事情，都交给地方工作人员来干。部队专司打仗，打赢战争。这就是我的思考和一点想法，你们呢，也琢磨琢磨。老首长，这不是小事，您想得更远啊。老师长，习主席强调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的路子，把军民融合理念落实到军改中。我们以前没想过，也没想过自己也有机会和条件去做。是的，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军队改革的重要工作。军队社会保障化是我们陆军发展的方向。既然你们现在在探索训练改革的新路子，能否呢把这个观念呢再扩大一些？炊事班虽小，但它与社会接触的是最密切的单位，它是军民融合的一个融合点。把炊事班的兵力集中在野战和战时的伙食供应上，这对部队呀更有意义。我们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你们今天的食物啊，我认为你们战争意识太淡薄了，总以为有了炊事车就可以不带干粮了，这种认识是要不得的。战争打起来，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要想打赢未来战争，那首先人是最重要的，吃饱吃好最重要。自古打仗就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们呢不重视这一点，还会打败仗。方科长，何政委，你们刚才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太好吃了。以前的单兵食品从来没有这么香过。那好，你们认为这新研发的食品好吃、好带、好保管，那能不能这样，让这种野战单兵食品和弹药、急救包一起列为随行的必备装备？平时啊，也多吃几顿，给大家养成习惯。你们旅啊，能否总结出一套野战单兵食品和正餐有机结合的食谱来？对保存、发放、食用等方面，也探索出一条适应未来战场上的新路子来。我们刚才估摸着您踩着饭点来，就是在吃饭的问题上给我们上一课，没想到是这么一课呀。老师长，我们连也配发的有野战单兵食品，就是没吃到搞忘带，就是忘带。我今天呢，就是要喝你们一顿，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啊，你们就不能忘了。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件事儿可不是在开玩笑。野战单兵食品的研发和使用，那是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对了，我这个还有一包呢外军的食品，你们回去尝一尝。我跟你们说，要想打赢未来战争，首先吃上要先进，再让你的士兵喝西北风，小心你们俩都成光杆司令了。何政委啊，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我怕你不高兴。哎，没事，您说，您说。在我们过去啊，部队里流行这么一句话：一头老母猪等半个指导员，就是这个道理。老师啊，您说的是真理，我记住了。
好，赶紧吃饭吧。谭组长第一次来到山豹旅，想多了解一些专业化蓝军部队的建设情况。你呢，带着他四处看一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是这样，山豹旅呢组建至今还不到1年的时间，是一支专门打解放军的解放军。有道理。哎，给我，这个呢是我们山豹旅的画册，您看看。哦，巷战是你们训练的重点吗？是，未来战争主要发生在城市，大规模的野外阵地战会越来越少的。城市攻坚、精准打击、街道楼宇、地下管线，它的争夺和控制是现代战争突出的重点。以后中国的人口，城市会大于农村，所以我们把训练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城市。这又是怎么回事？连这都看不出来吗？这是红军来了个长途奔袭，把叫金湖机场占领了，飞机不能起飞了。可是之前的预案里没有这样的安排呀。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允许你蓝军偷袭红军的守备阵地，就不允许红军偷袭你的机场吗？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演习方案有改变，可以提前通知吗？你现在袭击了他的机场，我们坐在这观摩台上看什么呀？总指挥，我是前副总指挥啊，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视频上看清楚了，是红军的一支小部队突袭了蓝军的机场使这个运输机无法落地，红将兵无法登机。是，我马上问问清楚。王大猛，到，你想办法联系上红军指挥部，问问这次行动是谁在指挥的。是。前副总指挥请问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大家别着急，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误会，蓝军机场受到袭击，运输机无法起降，这个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请大家稍等一下。演习方案有变，马上汇报。是。各位首长、嘉宾、专家、媒体朋友们，我们刚刚接到指挥部的通知，由于特殊原因，指挥部对原演习方案进行了调整，现在部队正在调动中，很快就会恢复演习，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前副总指挥，跟红军方面联系上了。他们为什么要突袭小金湖机场？首长还是你跟他们说，是红军参谋长。李参谋长吧，我是前副总指挥啊。你们这个什么？是蓝军违规先袭击你们一营的装甲车分队，这怎么可能呢？李参谋长，先不说你那边情况，马上通知你的小分队停止袭击小金湖机场。谁先袭击谁，我会查清楚。先把你的人给撤回来。前副总指挥，听说我们派兵袭击蓝军机场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嘛！无稽之谈。李参谋长，我都看见了，你机场上全是你的人。你怎么不看看我们的现场？全是蓝军的兵，全是山野旅的人。大家别着急，这里边肯定有误会。前副总指挥，现场出了点问题，没关系，但是你得及时通报一下，免得在场的人傻等，
又乱猜一些。情况呢是这样的啊，按原定计划，蓝军空降兵分成2架运输机飞临红军阵地上空实施伞降，并占领阵地。但就在运输机要在小金湖机场降落，空降兵准备登机时，机场四周呢出现了红军的小分队，对机场展开突袭，被封锁跑道，使得2架准备执行空投任务的运输机无法按时起降，空降兵呢也无法登机，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幕。但这一幕并不是今天演习的科目，情况正在查实啊。与此同时，原计划红军被蓝军占领了前进阵地以后啊，马上组织强有力的反击，以特种兵作战为主，一鼓作气拿下1130高地。但就在刚才啊，我接到红军参谋长的电话呀，海啸突击旅第1机步营在增援路上呢，突然被蓝军包围，10几辆战车被炸毁，部队1/3减员。前副总指挥，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导演部一点都不知道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命令下错了，还是有人故意制造混乱，还不清楚。虽然此刻红蓝2军都在指责对方先违规，但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啊！请你们耐心的等一等，等调整好以后呢，一切重新开始，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一场正规而精彩的军演。好，前副总指挥，就不用重新再来了吧？刚才的演习就很好看嘛。虽然我们没有看见现场画面，但是这个故事就很有悬念。对呀，继续演下去吧。同志们，这不是演习啊，今天的科目就是一次演示性的行动，还没有进入自主对抗阶段。我们将对违规者严肃处理，演习很快就转入正常了，请大家耐心的等待。谭组长，我出去一下。报告，进来。报告旅长，突击小金湖机场任务完成归来。怎么用了那么长时间啊？我们为了不让山鹰旅发现，飞机绕了一大圈过去的。返航的时候，他们的雷达一直跟踪着，我们又绕了一大圈。到现在，夏侯兰他们到底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好样的，干得好，辛苦了啊！哎，珊珊，你们信息情报中心没收到什么情况吗？现在啊，是山鹰旅在骂海啸旅，红军呢也在骂蓝军。哎，沈参谋长，首长好，我是韩蒙。两边的袭击都是你干的。韩蒙，你回答我。您是让我实话实说吗？废话，当然实话实说了。都是我们干的，不是您让我们搅局吗？虽然我事先已经知道山豹旅的介入就是来搅局的，但没想到他们打响了第1枪，竟然是在红蓝2军的展示性演习中动起手，而前副总指挥还蒙在鼓里，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收场啊！沈参谋长什么意思啊？一句话没说给挂了。那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啊？这一句话都没说，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队长，回来。长官，不是，伏击任务完成。哎，你们也绕道回来了吗？没错，差点都没油了。这是我从红军指挥车里顺出。这是我脚后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打开看了看，应该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好啊，我让他们都拷下来。你先看看有没有用，有用咱就留着，没用啊，咱就还给人家。怎么了？你们以为这台机器已经关机了，其实它里面还在工作。这台机器有卫星定位和侦察系统，从你们拿到这台笔记本电脑开始，你们的行踪、说话的声音都有可能传输到对方的侦察系统中去了。那我这不成抱了一个定时炸弹回来了？一点没错。如果我不及时把电池取出来，
对方完全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把最重要的信息全部删除掉。我敢肯定，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这台电脑在我们的营区，卫星已经把你们的行动轨迹记录下来，并发送回去了。这么说，那我们再干那些挑拨离间的事儿，就干不成了。其实啊，我们自从一进场就已经被盯上了，只不过我们打的是保障的幌子。但是我提醒各位啊，这个幌子打不了多久。没关系，一会儿我把它拿到完全屏蔽的环境下重新开机，把有用的信息拷出来再说。好，越快越好。首长，我已通知山鹰旅、海啸突击旅他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领导一起，晚上开个协调会。会议内容？会议内容呢，先对今天情况啊，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消除误解。背靠背永远说不清楚。我在做讲评，您呢做最后指示。既然已经通知了，我看就开吧。好，那二位首长，我去做准备了。山堡旅干的，这个局搅得好，不过分吧？不过分，我还觉得不过瘾呢。我们年年搞演习，月月搞演习，什么时候见过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要的就是把水搅浑，把局面搞乱。什么叫现代战争？你说得清楚？一句话两句话，还真的说不清楚。要想说清楚，也简单，乱，就一个乱字概括了。您这也太戏剧化了吧？哎，这不是戏剧，是哲理。这是我老婆总结出来的。您夫人是搞军事科学的？不是，她在社科院搞哲学。这几年，电视新闻、国际评论这些节目我经常看。中东、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我经常看。我一看这些东西吧，他就烦。我就跟他说：“你老公是搞军事的，现在打的这些仗，都叫现代战争。我研究它，就是为了打赢未来战争。”你猜他怎么说？夫人什么高见？什么现代战争？打法就一个乱。我说，难道就没规律可循吗？他说，我说的就是规律，规律就是乱。西方大国想打你，首先把你的国家体制搞乱，思想搞乱，派别搞乱，民族关系搞乱，宗教信仰搞乱，让你的经济乱，社会乱，党派乱，煽动民众炒政府、炒总统，全国是乱打乱战。这就是现代战争。战争乱，战法战术乱，战场更乱，一个政府岌岌可危，20-30个反政府武装出来争地盘，跟打群架差不多。有何感想啊？不无道理啊。回头想想吧，可不就是个乱？战略上搞乱，战术上打乱，非对称作战，不按常规出牌，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各自按自己的打法打。大国动用最现代的第5代战机，与手持 AK-47武装分子较劲，卫星侦察、网络攻击、信息作战，和二战时期的地雷战、地道战并肩使用。二战时期的炮也敢拉出来打，皮卡车成了标配装备，有什么装备就打什么仗，一切以打赢为原则。这也是一个规律呀。形成规律就成法，乱战也是一种战法。所以今天这局搅得好，我就不喜欢似水一潭。接下来就看他们谁能乱中取胜了。要是这样下去，会不会影响专家观摩呀？这我不管。
懂行的就往下看。我们花这么多钱搞演习，不仅是搞表演，是要练我自己的兵的。还是谭组长看得远了。晚上红南军开会，你也参加吗？我？山豹已经出山，你这个养豹人也得露个面呐。首长，我说两句。第一，今天这件事情的确出了蹊跷，也很意外。刚才王旅长坚决否认曾派兵对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承认我们曾派兵偷袭过海军。从这个现象推断，我不得不坚信我的怀疑，在我们红蓝两军之间，还有一支部队存在。你说什么？还有第三支部队？如果有，这支部队就是昨天下午才进场的，前来保障专家组的那支神秘部队。好，夏胡旅长，那么这支部队袭击你我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他们图什么？你只有去问他们，别的我不想多说。今天的表演，如果首长认为明天需要重来一次，我奉陪到底；如果不再表演，我们就按演习计划进行实兵对抗。没问题。这是一份刚收到的军委工作组的传真件，内容正好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话题。今天这批专家看完演习后，按计划要返回北京，但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向上级请示，要求留下来继续观摩。训练管理部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所以下一步的演习，专家们就全程观摩了。他们为什么有兴趣继续看下去呢？有2名专家对我说，如果今天的演习按计划完成了，我们也就不想再看了。这种摆样子的演习看得太多了。但是今天的演习出了纰漏，指挥部慌作一团，通信联络也中断了，弄到最后才知道，南军的机场让红军偷袭，蓝军的垂直打击计划落空。后来又听说蓝军派出一支部队长驱直入，打掉了红军机步营。因此他们很有兴趣要继续看下去。为什么呢？谁胜谁败不清楚了。如果照现在这样打下去，你们2家谁胜谁败我也说不清楚了。前副总指挥可以通知专家团，明天留下继续观摩。至于下步怎么打，我看就按原计划，不设预案，实兵对抗，怎么样？谭组长，那今天的事情怎么办呢？今天的事情啊，我看很好啊。好，因为有人出了搅局了。搅局？刚才夏侯旅长已经判断出来了。另外有一支部队入围了，这支部队就是第1战区陆军的山豹旅。今天上午偷袭你们红蓝军的行动，就是他们干的。如果问他们图什么，作为一支专业化蓝军，他们的职业就是当坏蛋，就是让你没好日子过，让你感到不太平，让你觉得敌人就在眼前，让你始终有一种危机感。这就是专业化蓝军士所图。山豹旅，我早听说过了，真正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好嘛，这回陆海空3支部队在这儿叫上榜。怎么，海啸突击旅也是假想敌部队啊？是，我们旅曾多次担任过蓝军，而且近几年来也有意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化的蓝军部队。山豹旅我们可是仰慕已久啊，没想到今天就能交上手。首长，您说怎么打？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第1战区陆军参谋长沈军参谋长。首长好。沈参谋长多年从事专业化南军研究，也是山豹旅的创始人。至于怎么打，还是说说你们的打算吧。谭组长，我认为还是我们和山鹰旅先打，谁赢了就和山豹旅打。我想先跟山豹旅打，胜者再跟海啸突击旅打。我的意思啊，一块儿打。这不乱套了吗？现代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懂得乱中取胜。3支部队既然都已经进场了，让谁退出去也不好。五峰山训练场就这么大地方，胜者王侯，败者寇。3天时间，怎么打，你们回去自己定。我们只看热闹。3天之后，看谁的损耗少，看谁占的地盘大，谁就是胜者。是，没问题。谭组长，这样行吗？3方对抗咱以前没搞过，到底要怎么弄？怎么判定裁决？观摩活动怎么去组织啊？我看没什么不行的。钱副总指挥，我问你，未来战争你打过吗？没有。对，我也没有，在场的人谁都没有。如果明天就爆发战争，你怎么办？举起免战牌，对敌人说：“我还没打过未来战争呢，先别开枪。”好了，明天我就等着看《三国演义》了。看这架势，首长是想让咱们从红蓝军的地盘上抢夺一部分地盘。至少也得弄个3足鼎立的态势，否则我们就是败北回营啊，不好打。侯副旅长，困难在哪儿啊？如果是在咱们自己的战区范围内，咱们地域守，部队守，而且大多情况下我们处在暗处，而红军在明处，所以打起来啊，我们往往会占据主动。但现在不同啊，第一，他们表面上是红蓝军，我们是灰色部队，其实实际上就是3支蓝军部队在打对抗。第二，进场太晚了，有利地盘已经被他们占据了，我们想从他们的虎嘴里面夺食，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第三，这2支部队可都不弱呀，先打谁后打谁，目前来看很难抉择。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对2支部队的情报掌握的太少，很难找到他们的软肋下手。谁也不清楚谭组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专业化蓝军部队建设的目的就是与红军对抗，现在要蓝军跟蓝军对抗，而且是3支蓝军相互对抗，这到底是自相残杀，还是另有隐情？韩鹏一时有些懵掉了。长官，长官，哎，怎么样？情报分析出来了吗？海啸突击旅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孙乐乐他们搞来的那些资料中就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编制编成情况也清楚了。但是这位新任的汪旅长情况不详，他是该旅调来参加演习的前半个月调过来任旅长的，前任旅长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老兵，在后来破解他们内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木棉、子夜，你们俩说说吧。是，我们打开电脑之后，发现他们与海军系统有一个特殊的通道，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进入进去，最后找到了汪虎的资料。汪虎曾是潜水艇兵，后来考入海军航空兵学院，毕业后为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后改行当某舰副舰长，参加过海军护航编队，参加指挥了多次海外救援行动和特殊使命。半个月前被调任海啸突击旅任旅长。根据我们的分析，海啸突击旅是一支准蓝军部队，现在正在向专业化上转型。汪虎旅长本人有想法，想与美国海豹突击队进行联合训练演习，已经拟请海豹突击队教官进行学术交流。踢球还知道请外援呢，更何况打仗。看来这海啸突击旅势头很猛啊，是咱们的有力对手。更多是朋友，是同行。报告，沈军参谋长到。
让敬礼。诸位请坐吧，坐。韩胖，面对2个强手，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吧？真的犯难了，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要说1对1，我们没问题。对方无论是强手还是弱者，我们都有一套作战方案。可是现在是1打2，所以呢，我们一直没想出好法子。要不首长给我们出主意？我也想不出点子，所以才跑到你们这儿来了嘛。那谭组长对今天的事儿怎么说？认为搅局搅得好，而且专家也觉得很有意思。明天就要开战了，你们没有方案报上来，我这心里面也没有底啊！现在首长要求我们3方看谁损耗的少，看谁占的地盘多。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那说说你的看法。是，我们来得晚，9个作战分区呢，我们只有1个，所以想胜必须抢夺别人的地盘。可是现在夺谁的地盘，谁都不高兴，对吧？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属于夺也难，打也难。那么这个局面的话，我们不如不求其胜，但求其势。哎，说你的想法。是，不求其胜的意思就是不在胜败上去计较，胜败对于我们专业蓝军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抛弃胜败的想法。我支持孝山的想法。那我是继续说，还是你来补充？当然是你继续说了。你要是没招了，我们再众人拾柴啊！好，那求其势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抛去求胜的包袱，我们搞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色就是模拟敌军。我们在五峰山这个场子，好好的造造声势，在全军面前亮个相。不过，我现在只有这个思路，没招了。你真有意思，你这等于说了一半。但是我这半还是很重要的。的确很重要啊。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看似一字之差，但往往思路不一样，出路也就不一样。如果你们是专职的红军，你的任务是必胜，那么你的负担也是必胜。而当你是专业蓝军时，你的任务要求你起到磨刀石的作用就行了，与鲜花掌声无关。所以，就没有必要去顾及打败谁，去夺几块地盘了。首长，您这么一说，我们思路就清晰了。贵参谋长，首长让咱们3家乱打，这能打出什么名堂？要想打赢，只有先打山豹旅。为什么要先打山豹旅，而不打海啸突击旅呢？你看，五峰山有9个作战分区，我们占4，红方占4，而只有山豹旅占有9号分区一块。我们先拿下山豹旅这9号分区，首先面积已赢在手里，再跟红军消耗，3天得胜回朝，没问题。参谋长的意思是先把胜利的定心丸吃进来，别的事儿就好办了。旅长，我们丢失的文件和电脑肯定在山豹旅手里，我们想派人去把它要回来。派人去干什么？他们愿意送回来就送，不愿意送就当我们的见面礼。可明明是他们抢的，最关键的是电脑存着机密文件和海军系统通道，一旦被破解，这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现在说这话不都是废话吗？这什么？这是刚从我们网站上收到的东西，全是今天早上丢失的文件，还有那台电脑的一些破解密码。他们这么快就破解了电脑密码了？应该是，他们主动把开启几道密码锁的密码编程发到我们的网站上，这说明他们全部都打开了。能在网上回复他们吗？可以。回复山豹旅韩鹏旅长、童飞政委、郝建国参谋长还有红毅副旅长，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啊，旅长，他们已经够无礼了，还要感谢他们？当然要感谢。山豹旅这是在提醒我们，咱们的漏洞太多，让我们注意防范。我们以后要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起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好事，好事。对嘛？那既然是好事，为什么不感谢呢？回复。没想到他回复了。哟，这还是以旅长汪虎的名义回复的。他这个动作又是什么意思啊？我看呀，是我们登门拜访的好时候。什么？登门拜访？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哎，参谋长，我们还没研究好下一步计划呢，你就走啊？我得回去休息了，不能跟你们这帮小青年一起熬夜了啊！走了。经理，给我准备车，我去一趟山豹旅。去山豹旅？去那儿干什么？礼节性会晤。他们有什么可会晤的？见个面儿，总可以吧？山豹旅韩鹏他们要亲自登门拜访咱们，这是什么意思？说不定是来侦查的，来者不善啊！拒之门外不合适，应该欢迎。我们可不接待。你就这样出息啊？那打了回败仗就变得这么消极，以后还怎么打大仗？我看这样，就在你们营对面那个湖边，我看湖光山色不错。既然要接待，就得有接待的规格。是。听清楚没有？是。